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件古物，会觉得，哇，它不只是一件东西，它背后一定有个超乎我们想象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看看这样一部旷世巨作。好，我们直接来看。你看这个画面，中间是佛陀，旁边围绕着满满的弟子。哇，你看看那个细节，每个人的表情、衣服的皱褶都刻画的超级精细。光是这样看着，就能感觉到一股很强大、很虔诚的力量，对吧？然后你看翻到封面，这又是另一种感觉。上面用很优雅的书法写着大清三藏圣教目录，整个感觉很素雅，但又透出一种不凡的气质。一看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一本普通的书。那它到底是什么？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索的核心问题。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又像艺术品，又像重要的文献，它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就一层一层地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好，答案可能会让你吓一跳哦。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它不是一本书，应该说它是一份导览手册，一份能带你通往一整座巨大图书馆的地图。要了解这座图书馆，就要先认识一个词，就是三藏。在佛教里，三藏基本上就是所有经典的总称，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三个篮子。你可以想象，就是三个装满了智慧结晶的大篮子。那现在这张图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每一行每一个标题都不是一个章节哦，而是一整部佛经的名字。所以说，我们手上这份文件，它其实是在索引一个由成千上万部经书组成的知识宇宙。那问题来了，要搞定这么庞大的工程，背后需要多大的力量啊？答案很直接，就是帝国的最高权力。其实啊，这项大工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一个传承。你看，从唐代、明代开始，皇帝们就一直在做类似的汇编。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部叫做《龙杖》，就是在清代西元1738年完成的集大成之作。那皇帝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从序文里的这句话“万世之宏宝，人天之圣教”，大概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宗教功德，更重要的是透过统一思想来巩固帝国的统治。所以说，这是一个结合了政治跟宗教目标的超级文化工程。好，当皇帝一声令下，接下来就是整个国家机器总动员的时刻了。你看这个对比就很有意思，左边是雍正皇帝自己写的序文，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意志、最高的权力。但右边呢，是一长串密密麻麻的官员名单，从总编辑到监制，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皇帝的意志，需要一个多么庞大的团队。你看看，为了完成这件事，动员了多少人？有负责把关内容的总校、编修、校阅，然后还有要负责抄写的誊录人员，再来就是技术层面的，需要手艺精湛的刻字工匠，最后还要印刷，这根本就是一个国家级的大专案啊。OK，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一座图书馆的大门，来看看这个文本的宇宙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这座知识宝库主要就分成我们刚刚说的三藏，第一个是经藏，简单说就是佛陀本人的演讲和教诲；第二个是律藏，就是给僧侣们遵守的各种规矩和纪律；最后一个是论藏，就是后来的学者们对佛法做的各种深入研究和哲学分析。这张总览页可以让我们具体感受到它的规模有多大。你看，光是经藏这个部分，就详细列出了所有的经书总共有几卷，装在几个函，也就是箱子里。每一部经典，每一个卷轴都登记得清清楚楚，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整部龙藏到底有多少内容呢？答案是超过7240卷。哇，这数字真的很惊人，完全体现了这部经典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啊，它的皇家血统在设计的细节里是藏不住的。你看这个标题耶，上面写着大清重科龙藏会记。注意看标题的边框，全都是精雕细作的龙，这就是皇权最强烈的象征。再一次提醒我们，这座知识宝库是谁下令打造的。好，说到最后，我们要来聊聊为什么这部龙藏在历史上这么重要，
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它的历史定位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由皇帝下令用传统木刻版印刷的完整版汉文大藏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时代的据点，也是一项古老印刷技术的巅峰之作。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而我觉得最震撼的是这一张清单，你知道它记录的是什么吗？它记录的不是书名，而是为了印这部龙藏所雕刻的那78230块木头雕板，每一块木板都对应着书里的一页内容。你想想看，这个概念是不是很奇妙？它把抽象的知识变成了一块块可以触摸、可以保存的实体。每一块雕板本身就是知识的化身，是这座巨大图书馆的一个个实体零件。这就让我们忍不住去想一个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数位世代，资讯是无限的，可以随时复制传送。那么，像这样把一整座图书馆的重量和实感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或许就是这一部古老的杰作留给我们现代人一个最值得深思的问题。